今天相对在节目在看飞的保洁，现在中国大陆正在爆发白纸革命，现在这样的一个白纸革命越演越烈。现在全中国已经有51个大专院校就会跟上这样的一个风潮，甚至你在中国完全没有想到的习近平下台5个字，已经变成了很多革命的一个口号。而现在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敢发声，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只有上海，连北京都已经出现集结的状况，而北京已经不是少数人这样的集结，北京不是少数人将白纸举在头上、举在胸前，现在连走过旁边的这些行路的人，或者是说开车的司机，都鸣笛来赞助这样的声音。那现在大家问说，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声浪，中国这样的一个革命，会在中国高度的镇压下，它只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沛然莫之能御的一个风潮呢？而整个风暴、整个发展的开始，让一个非常的心动，是发展在乌鲁木齐的一座大楼。这个画面震撼了整个全中国，因为当发生火灾之后，因为风控的关系，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没有办法进去救，而当地的官员还蛮横的讲，是他们不懂得逃生，是他们不懂得自救，才酿成这么大的一个悲剧。但事实上，你到了前面才发现，这附近全部都是栅栏，连铁门都被铁丝给捆住，他们根本是求生无门，等于说在活活的被烧死。这样的一个画面，刚刚讲的，一开始在乌鲁木齐的这个火灾，结果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大家开始集结，而从上海整个蔓延到了全中国。好，我们今天请到全宾对大方首义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丽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时事评李正浩，大家好。好，第四位是我们也很久没有请他来的前台北市议员罗志祥，志祥你好。大家好。好，第五位是商周的总主笔吕国珍，大家好。好，第六位是台湾国际法学的副院长林廷辉，大家好。好，待会儿呢，资深的社会记者李玉峰也会加入我们讨论。好，所以石头刚刚看到的，你很难想象，之前有什么茉莉花革命，有橘色革命，而在中国，居然出现这个白纸革命。宝姐，目前为止来说，风控已经到了失控。另外一个小火现在已经大火，现在变成是怒火。现在整个怒火在全中国，随着这张白纸已经开始蔓延开来，蔓延到大江南北。你可以看到说，包括说乌鲁木齐、甘肃、北京、山东、南京、上海、武汉、河北、西安、成都、重庆、湖南、深圳、广州，全部都有人出来抗议，都有了。现在他抗议的目标已经是什么？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我们过去几年看到有抗争活动，从来没有这样的标语。对，现在是直接喊出这样的声浪。所以今年对习近平来说的话，他这个冬天恐怕会非常非常难熬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中国花在维稳的钱是比你在解放军的钱还要来得多。是的，就没有想到，你以为说你有天眼，你有所有的监视设备，你有所有的风控设备，现在老百姓还是这样的野火燎原的烧开来了。对，特别是对习近平来说，压力最大是什么？现在学生们已经开始自主串联起来，目前约莫有50-60所大学开始串联，他们高喊的口号是"人民万岁"，然后开始唱起了中国的国歌，开始唱起了国际歌，主题曲都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象征意义白色的白纸都出来，这已经开始这个运动开始在酝酿之中。也就是我不管我上面写任何字，我任何的抗议的语言，你都可以把我抓起来。那我弄张白纸可以吧？对，那你看现在的整个画面里面来说，你看连外媒都说了 challenge to see，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外媒也开始在观察说，习近平你到底可以忍受这样的抗议到什么程度？是对习近平的挑战。对，好，这个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大家高喊习近平下台之外，北京也是一样。现在亮马桥附近，亮马桥是什么？是他们大使馆附近，他们对国外大使馆对国外人士一直在高呼这样的状况。所以那些整个画面，北京的亮马桥是它旁边是美国大使馆，对，他竟然在这边抗议。对，所以现在整个画面来说的话，随着国际媒体不断的往外延烧出来，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习近平你该怎么处理接下来的困难局面。好，我们看到这一连串刚刚讲的，不管你讲它是暴动也好，你不管你讲它是抗议也好，它总有一个导火线。是这个导火线就发生在乌鲁木齐。没错，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因为宝姐，你看了这个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很多中国民众都很担心，他是他自己，搞不好就是下一个。你看这整个乌鲁木齐15楼的大楼在烧火的时候，你注意到有人在那尖凄厉的喊救救我！开门救救我们！为什么？因为疑似有人就被封在上面，他出不了。所以你看这个火就一路从3个小时，这个其实6分钟消防队就到了，但是这个火居然烧了3个小时，从15楼一路烧到21楼，整个都烧光光之后才结束。
就官方说只有10个人伤亡，但是没有人相信只有10个人伤亡，所以你就知道这整个大火里面，然后你看整个大火呢为什么烧成这样？其实你看消防队他的喷火车根本喷不到，打不到。为什么喷不到？因为他就说，你们这个下面呢太多人的车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很早6分钟就到，然后来不到这个地方，是你们居民自己的防灾意识太低。对。可是宝杰，为什么他们这些车会停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他们风控关系，他们根本没办法开走，很多车主人已经停在那边停了100多天，对，都没有人来开，所以他们根本也没办法开，车子开不出去。对，也就是说，这个消防车进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还要拆周边风控的铁门，然后拆一些有的没有，才能够靠近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是整个现场被这样爆出来的时候，很多中国民众都很担心，这不就是我家的状况吗？万一火灾之后，那我该怎么办？特别是人家抛出来这个画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你看他们的逃生门啊，被用铁丝这样网住。这逃生门，也就是说我要跑出去的时候，不好意思，逃生门你已经没办法打开。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在上面的楼层的妇女会这么叫？开门，开门，救救我们！因为他真的打不开门，他跑不出去。所以当地的官员讲，我们的消防队很早就来了，是你没有你的逃生意识太薄弱了，是你没有去做好这个逃生准备。对。可是大家到了现场看，你如果把我铁门、逃生门都用铁丝拴住了，对，我要去哪里呀？对，没错。除了这个一开始救灾不力之外，你看乌鲁木齐的市政府第一个声音就说，没有人伤亡。他在火烧之后没多久说没有人伤亡，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传谣言。但没想到大家完全炸锅之后，他又说什么啊？这主要是你们自己的部分民众防灾意识不强，自救能力差。所以他一讲之后，全民完全炸锅。但是网络上开始越来越多消息丢出来，这是一个女生，你看她公开，宝杰，她公开露脸，而且还公开指责，就是说。单元里面的这个铁门是封住的，然后另外一个很多人没办法打开单元的这个门出来，就一个状况。特别他还说什么？他们是因为他们是住在楼下，他们好不容易逃走，他就说了，在上面的人很多人死亡，他说还有3个小孩被烧死，还有一家都在那边死了。所以他这样讲出来之后，大家完全炸锅，因为他们都不应该死，但是却死在这一场火灾里面。所以等会你看这张图真是太可怕了，起火点是在这个地方。就你没有想到，因为你消防队虽然你6分钟来了，而这个地方外面有很多的栅栏，有很多的木桩，有很多的这些设备卡在这边，你进不来以后就一直往上延烧。对，这个所有的他们讲现在有人在爆料说他们是当地处理的人，你不是讲10个，一开始讲没有人，后来讲10个，对，他们讲着总共处理了44具的遗体，没错。所以呢，因为乌鲁木齐市政这样的处理之后，大家完全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们第一个时间火烧了隔一天，他们就开始齐聚在乌鲁木齐的相关的政府单位在那边抗议了。抗议之后，结果没想到他们就跟他们集结之后发生了冲撞，在乌鲁木齐的各个小区也开始完全抵，因为乌鲁木齐已经被封了100天，他们很多民众完全受不了。你看，齐聚在这个市政府面前，然后各个小区都爆发跟大白还有跟这个防护人员在那边互相拉扯的这个状况，你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说，他拍的这个视频都是什么？你看世界杯持续有那么多人，有钱人都不怕死，我们这些老百姓关在这边怕我们说我们死掉，我们不怕死，宁愿要自由。大家往那喊说，那个我要自由，自由无宁死。另外一个包括乌鲁木齐的3岁小孩，之前呢还有说就饿死，所以整个画面现在完全人民压不住那个怒火，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宣泄点，完全宣泄出来了。好，那刚刚讲到这把火。是从乌鲁木齐开始烧，可是真的扩散到了全国的那个集中点，居然是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而且为什么上海人会心有所感？上海在今年4月、6月，它也被封了，所以现在上海人很担心。这个状况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在乌鲁木齐中路这个地方开始大喊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然后你看疑似什么？疑似因为太多人出现之后，有传言说很多民众向中国警察疑似中国警察开枪的这个画面，有开枪对，甚至还有什么？甚至还有疑似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相关的防疫人员呢，他们把这个抗议人呢抓到大巴士上面去，在大巴士上面殴打这些，你看就是双方冲突的这个画面，你看就这个画面，对，疑似拳打脚踢，抓到了大巴士上，我对你拳打脚踢，对，然后开始展开一个大追捕的这个状况，全部都在大追捕的一个情形，甚至你看还有很多所谓大量的防暴车也陆陆续续赶到这个现场。那现在警方最后能够做什么事？他索性把乌鲁木齐中路这个扛棒就把它拆掉，让你没有来这个乌鲁木齐中路的一个情形。这也太阿 Q 了吧？没办法，你把乌鲁木齐路的路标给拆了就没事了吗？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不住。好，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我刚才讲到，在北京之前的四通桥事件，现在四通又有人聚集了，而且他就是之前四通桥的口号又同时再喊了一遍。
另外包括说很多小区里面开始这个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的状况。好，那除了在所以他们现在喊我要自由，我不要皇帝，我要团结，我不自由无宁死。对，好，那这是在北京，那另外一个是在成都，成都就说不需要皇帝，然后甚至还有说我们要团结。然后甚至在所有学生里面来说的话，不自由无宁死，现在完全都已经开始讲出来了。最重要的，甚至连这个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都开始有抗议的事件。所以，它事实上现在整个校园，还有北京、成都、上海很多大城市，现在全部都已经在星星之火燎原的这个状况。你看，有一个女学生，她颤颤抖抖的对大家发言的时候，这个视频大概传遍了全中国，台湾很多人看到。这个小女生非常的瘦弱，她颤抖的声音，她居然讲她讲哦，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我们就不敢发声。我觉得我们的人民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对，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这个感染力跟全中国开始蔓延之中。我刚才就讲，现在已经有非常51所大学开始已经要串联起来，他们已经准备要发起一个更大规模的运动，可能在接下来会发生。你看，在北京清大。然后四川的这个外语学院，包括说在南京大学，还有武汉理工学院，甚至南京大学校长还出来说，你们会为今天的行为付代价。但是这些民众这些学生已经完全没办法忍受。知道我们在20大之前曾经提到说，有一个人跑到了四通桥下面挂了2个白布条，第一个是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个是过去你想不到的。另外就是我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奉公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奴才要做公民，这不是很快的就把他给逮捕了吗？不是在就完全封控了，而且这个小消息没有外露。可是我觉得非常夸张的是，这次刚刚讲的，从上海引爆到了北京，到了广州，到了深圳，到了武汉，甚至到了西安，就这几句话。变成口号了，没有错，这真的是星火燎原哦！现在整个中国抗议，北京、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天津、南京、杭州、厦门、重庆、长沙，全部都有抗议，而且这台词都一样：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啊！这东西星火燎原，在中国传开来，所谓的网络封控、言论管制，全部都没有用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不都挡住了吗？挡住还怎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嘞？对，所以人家才说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里面去散播这样的思想，而导致星火燎原嘛。先给大家看北京的画面，北京画面是很夸张的，非常多北京的市民聚集在亮马河这边手拿白纸对乌鲁木齐火灾的哀悼跟防疫的抗议。我们来讲，这个就是中国的使馆区，它的后面就是美国大使馆。你居然在这么敏感的地方聚集，在这么敏感的地方聚众，而在这么敏感的地方叫习近平下台。对，而且你知道吗？北京距离乌鲁木齐108000里，可在这种网络的串联之下，连北京的都站出来。而且你看外面多少警车我在这边，其实没有正式去抓人呢，没有人去开第一枪哎。另外一件事，你看甘肃他们是真的是气炸，他们干脆有看到这个核酸站，看了就火大。大家冲过去拆这个核酸站，真的一个一个核酸站打砸抢，把核酸站全部都拆掉。另外武汉这个画面，我真以为来到台湾了。武汉这什么万人上街头你看这真的是游行的中国有出现这种画面，我印象中没有。万人在武汉上街头，然后这个呢旁边这蓝字就是他们隔离的这个墙，隔离墙就把直接踹开，对，把小区跟街道隔离的墙，他们1万多个人上街，一个个踹开就是不想再被隔离。然后四川也是大家上街，高喊不自由无宁死啊！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四川也是在晚上说大家聚集，大家上街，然后高喊这个不自由无宁死啊，习近平下台啊等等。再给大家看上海画面，上海也很夸张啊，上海大家聚集就是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要自由嘛。这个口号从北京一路传到由北到南，从北京到上海，甚至到中国全区都在有。那广州也是沿海城市，最近被封场。给大家看广州画面，广州的民众也是沿路去拆这个什么旁边的路障啊，跟蛇笼。然后呢，现在广州觉得最夸张什么东西？解放军入城了啊！现在看到一大堆解放军在广州去做所谓集结动作，集结完之后呢，进入到广州，然后直接到街上去抓人。然后呢，广州市还发现什么核酸的踩踏事件所以这个核酸踩踏是什么东西呢？有一个人红码，然后里面全部都很担心，赶快去做核酸，就跟这个南韩的悲剧一样，对不对？因为巷子很小，大家就去踩，然后竟然有发现有人伤亡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防控真的防控到人民压力太大。
对，这次为什么让大家觉得非比寻常是，它不是一时一地哦，它是整个在中国大陆整个爆发开来，从乌鲁木齐跑到了上海的乌鲁木齐路，上海乌鲁木齐路以后，南京的这个传媒大学马上响应，南京响应以后，居然连北京都烧起来，然后再烧到河北、甘肃、西安、成都、重庆、湖南，一路的连广州，现在也整个爆发开来，一开始刚刚讲的。只是四通桥贴了2个布条，贴了布条以后，马上被抓了，布条也被拆了，就没有讲到布条拆了以后，开始在厕所贴。我在厕所喷漆之后，现在根本就直接走上街头了。对，这其实是一个压力锅的一个爆炸事件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这个风控的这样的做法已经不符合人民的期待了。所以现在中国的人民，你看，从四通桥是10月13号，对，10月16号20大开始，所以他刻意的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之后，当时并没有这个强压的处理，因为当时只是把这个人抓掉而已。对，但是后来你看到，在11月24号。前几天的时候，重庆有一个超人哥，那现在不在讲吗？对，无自由无零食，对，就是从他口中讲出来的。结果当时他不是要被警察带走了吗？对，结果他说大家帮我，一堆人把他拉走之后，他没有被警察拉走。所以公安当时要抓他，可居然当时的群众让他跑掉了。是，所以当时的所有的景象被所有全中国年轻人看到了。只要我们团结，只要中国的年轻人团结的话，也可以抵挡武警的，也可以抵挡警察的。他那个概念是从这个概念发挥出来的。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在讲不自由无历史，而乌鲁木齐那一个火烧事件就是一个导火线，就把大家的所有的情绪整个燃起来之后，结果发现到说这种事情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风控继续下去的话，不仅仅是不自由而已，是大家可能一条小命都会不见的，连活都活不下去了，连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你看到这次这样串联，那这样串联，你可以说，底下是不是有任何的什么阴谋，或者是说很多其他的反袭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串联呢？或许有可能。为什么这么讲呢？从现在开始20大，一到明年的3月2会期间，其实习近平还没有去当选第3任的国家主席哦。他其实在中间这段期间只是连任了总书记。那他修宪，2018年的修宪就是修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一个修改，所以他等到明年3月的时候才会再被选为国家主席。那中间这段期间呢，其实各省单位的，包含旧官员跟新官员都在交接。对，那旧官员呢没官做了。新官员呢？还没掌控，然后呢，也是个什么？这个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政法体系或怎么样能不能完全掌控。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一次51所大学，对，里面大部分都是政治精英下来的结果。你看中国政法大学，对，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还有什么复旦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全部都是一流学校啊，包含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是。而且，所以这不是一个阿萨布鲁的大学的发起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活动。是从南京传媒大学开始。你如果是南京传媒大学，它不是完全要掌控笔杆子吗？这个是完全掌控的地方，居然是从这个地方引爆开来。对，所以这些是985、211所谓双一流的所有这个大学的大学生发动的，而且上一次那个四通桥就在人民大学附近嘛，人民大学也是中国培育重要的官员的一个地方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学串联起来之后，这些校长在干什么？这些校委书记在干什么？那控制得住吗？控制不住，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来讲，说不定也对习近平这个政策是有维持的。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所以这次来讲，它的活动的正当性在哪里？这活动正当性是反风控，因为全世界大家都已经解封了，为什么你中国还要风控？所以我们讲说，中国为什么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它目的不是真的在防疫，它目的在维稳。那如果你是在维稳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习近平他政权上有非常高度的不安性啊。他怕说到明年3月的以前呢，是不是有什么任何其他的事情爆发？所以他会把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明年3月。但是看起来人民已经等不住了，因为人民的所有的经济活动、生活状态全部都受到这个风控的影响。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不止中国经济完蛋，人民自己本身的生活也会完蛋。所以你看到那个重庆超人哥不是在讲吗？萝卜一个本来多少？为什么萝卜现在变得那么贵？对，所有大妈全部都是什么？16块钱。所以这所有的民众都在回应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它不是单纯只是一个风控的概念而已，它是一个包含物价上涨、包含所有人民生活不下去的问题。那苦在基层人民，那些基层人民没有发声的机会，只好发生暴动嘛。好，所以国珍刚才讲的，它不是一个说，我只是风控的问题，不是一个只是管制的问题，不是一个只是核酸检测的问题。真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吗？刚刚讲的一个萝卜本来多少钱？他们1斤本来2块钱，2块钱最多3块钱，
现在涨到了16块，快要17块，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不只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刚刚讲到的外商跑掉，我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对，今天这个画面真的是吓坏了国际社会和国际的资金，所有人都看到英国 BBC 的记者劳伦斯被中国的警察，因为他只是在现场在拍照而已，看到现在抗议的，结果中国警察把他当成犯人，要把他压在地上，而且还反手戴上口罩，戴上压的是 BBC 的记者，对，把他压上手铐，把他反手，最后把他强压到警察局，然后他同随行的伙伴马上叫英国大使馆领事馆来救人，最后救出来说，因为怕他得新冠肺炎，所以把他给强行压走了。这什么烂理由？请问一下，新冠肺炎还要强戴口罩吗？不过重点不是这个地方，当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是这样对执行严格风控，还有对国际记者的时候，发生什么事？香港恒生指数早上就跌了4.2%，而且一路往下跌，最后跌了2%。上证指数是开低走低，最终是下跌66点，跌了2.16%。人民币也跌，一样人民币也跌。重点是中国的科技股一样在下跌。照样阿里巴巴也跌，腾讯也跌了1.6%，等于中国股市国际资金全部在抽腿，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刚才你说了，中国人民会发生什么事情？严格风控下去，营收是一路往下掉。我们看到营收成长是这样，这个黄线是营收，现在成长只能7.6%，企业都不赚钱，营收都没有的话，就没有工作，获利是一路往下跌。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现在在中国年轻的失业率已经快要到2成了。因为企业都不赚钱，营收在往下掉，当然不敢请更多的人，所有人都要解雇跟失业，不然你怎么活得下去？所以获利都快要清零。中国前11月的外资跟台商利润是减7.6%，中国的很多行业跌得更惨，暴跌92%，跌幅非常的惊人，等于中国经济全部都在崩毁状况，因为都不赚钱，营收都上不来。对，这就是风控造成的代价。那风控造成的代价是什么？有钱人就不敢投资中国。我们都说巴菲特在投资台积电，很开心。可是我没有看到一面，就是中国在执行风控跟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他在大卖比亚迪，腾讯跟阿里巴巴这些股票，他把这些钱挪到我们台积电。我们来看南非媒体集团，他一口气要把腾讯卖76亿美金，巴菲特买台积电才40亿美金，我们就高兴的要死。他一口气要卖76亿美金，所以腾讯就会非常惨。再来阿里巴巴。孙正义要卖340亿美金，等于全部都卖光了，所以他们怎么看中国？像达里欧是对中国是相当轻松的，他之前都说中国的发展会非常的好，所以桥水基金一样在卖中国股票。达里欧说共同富裕会赶走外资。那像这个老虎基金科尔，他其实长期是投资中国的科技股，京东商城他一开始投2亿美金，现在值50亿，结果他现在开始在卖中国股票。他说什么？因为中国他看到7个人的习近平7个亲信进入政治局，他认为所有的专业技术官僚都会被赶出去，没有专业技术官僚，变成一言堂跟独裁，而且这些跟全球对抗、跟清理政策都会继续下去，错误的经济政策一直往下，所以中国的华尔街这些大户怎么样？大户一直在卖中国股票，所以大型基金275个大户现在一直在减少，少了38家，少了20几家。甚至全部都在做空中国股市，所以就在美国，其实有一群人跟中国的交情非常好，那就是华尔街。华尔街一直是美国的中国代言人，连他们都反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经济走不下去了。所以索罗斯的徒弟梧桐基金的创办人，他认为中国这样一直走下去，他开始把中国股票卖掉，甚至他预言中国他要禁放空，等于他在狙击中国经济跟中国股市，甚至他说。中国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会进入所谓的跟日本90年代一样失落的30年，中国很难再爬上来。所以这些长期，所以这样子其实中国也有感觉，所以这种恐惧也在中国蔓延吗？对，等于中国很多台商外资都不敢投资的话，这些资金全部都往外逃，谁还敢投资中国？那中国当然会走入比日本还要惨的失落了30年。董事长，我们这里看到了有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有所谓的橘色革命，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在全中国有这个 A4 纸大小的白纸革命，而这个白纸革命它只会昙花一现，还是它真的可能野火燎原呢？现在已经是野火燎原，野火燎原了。是啊，现在所有的，包括 CNN， 包括 BBC， 每一个全世界的外媒在观察的是一个点呢、就是你中国政府如何来镇压这个整个事件？怎么压制？这个全面性的各省市开始扩大串联嘛，他们把这个内比城。已经是60天安门事件了，60天安门事件当时就是整个是全面性的全国的串联嘛。对。然后
关键在哪里？关键哪里？你敢不敢开枪？你敢不敢开枪？对，谁去？你要敢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对人民的镇压的技术啊，对，还没有那么先进，直接就部队27军就进来了，进来直接杀了嘛，对不对？我想应该不至于了哈，因为现在他的中间有经过的反送中。香港的镇压的经验，对，而中国的公安本身有很大的训练跟进步，所以它的装备啊，包括这个镇压人民的方法，包括现在这些所谓通信啊，包括人脸辨识系统啊，逮捕啊，这一切的事情啊，他们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而且你看到它非常稳定，已经事件发生2天了，对，它到现在为止，政府没有让你感觉到。有马上要采取很大行动的味道，是，但是会不会有行动？会，当然会嘛。所以现在是山雨欲来的那个氛围，对，山雨欲来风满楼嘛，他一定会有行动，这个镇压行动保证有效，你放心，他一定有办法。他这个东西，因为他目前并没有真正的找到实际上省与省之间的串联嘛，对不对？如果找到这串联的这个连接点，他还在摸底。当然，他掌控这个情况，那这个整个事件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应该还是有能力来解决的，因为看起来并没有所谓的国际势力的串联了。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20大里面有一个核心，为什么让习近平能够接第3任？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动摇。那这里面有个什么前提，你知道吧？就是要没收或是回收一点人民的自由嘛。那现在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很聪明啊，他们的白纸革命拿出来就嘴巴喊什么？我要核酸检测，自由嘛。他没有在谈什么风控不风控，他要自由嘛。可刚好共产党要什么东西？共产党就是要把你的自由回收一点到我手上，不给你那么多自由，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共产党，他们真的是真正的核心的点。但最后我认为学生这个镇压被镇压是难逃，这个被镇压命令是很难能够回避的。是。刚刚董事长讲到一个重要点是，现在大家不想负责任，对，不想负责任是中央丢给地方，对，地方再往下丢，对，本来中央丢给地方的时候是市政府统一行事，就市政府统一行事，市政府也不负责任，好，那就交给区政府处负责，那区政府说我也不要负责，我丢给谁？我丢给街道办事处负责。都想，街道办事处负责很小，没有他一封控就是几10万人了。宝姐，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防疫政策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没有人敢负责。中央现在就直接跟你说，我要极端，我要清零，然后清零之后给谁执行？省市政府给我执行啊！省市政府接到这个命令，我要执行，好，那怎么办？我交给市政府、县市政府去执行。县市政府他也不想丢这个烂摊子，接这个烂摊子，他说了，那我给区政府，那区政府就说，那我也不想做，我就给所谓这个所谓街道办事处给做。就那宝姐现在来到最基层的单位，街道办事处，他怎么办？他也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他也没有资源，所以他现在怎么办？你省有资源，区有资源，那些我没有资源，那怎么办？于是他们用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只要有人感染了，我就给你封起来，马上封控。不管我们知道他们街道管理委员会，他们一个小区有时候最多可以住10万人呢，所以这个街道管理会管得非常大，所以给你关起来。关起来后，反正3-5天里面，这个小区有人感染，我就给你封；这个小区有人感染，我给你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好像大区没有中国没有在封，不是，他们现在很多小区都是封了又封，封了解1-2天，然后解1-2天再封。所以现在为什么封到大家完全受不了？因为真的是有些人处在每天都被封的这个状况。他讲说，街道办事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责任，他们根本不敢懒惰，也不敢懈怠，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扩大这个封控的面积，延长封控的一个时间。他说他2公里外的一个小区发生事情，他们这个小区也跟着封，他就变成什么？一人生病，大家吃药。对，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点做过头。那为什么做过头？而且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他的这个用人的方式错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要是有这个万一这个病情扩大的时候，他就处罚这些相关的区、省或者这样，你都被处罚。但是你做了很严格的，不会被处罚。所以他们现在很简单嘛，反正我避免我被处罚的时候，我就做了相当的严格的这个状况。所以他说，解放战争打了4年，我们获得全面胜利，那是因为决策正确，军队这个民心所向。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整个方向错误，然后交给这个道路那个所谓的街道办事处的时候，大家推责任，又没有这个具体的作战方针，大家都不想负责任，大家一起上下交相贼的状况。所以现在中国的防疫政策，我觉得接下来习近平他解封也很难，但是再继续封下去，我觉得会出大事。
拜。